那么这款产品的话，是由驱动工作室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假如西游系列的第一款斗战胜佛，也就是设定在《西游记》经历了9981难之后的孙悟空成佛之后的造型。盒子采用了一个开窗式的设计，里面可以看到孙悟空的本体。而在另一边的话，还有驱动工作室的署名，而在下面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 if 了，其实是一个英文啊，也就是如果西游之后的英文。这两段文字的话，就很好的强调了本次这个模型的主题是发生在西游之后的。那么在另一边开窗的话，这边是加入了一些佛教元素的设计，上面有关功德的一些话剧，大家可以暂停观看一下。那么取出内容物之后，一共是有2版悉数包装啊，底部这个是配件，上面是主体。在配件方面的话，不可缺少的有金箍棒、头绳、披风、飘带以及一面八卦镜。那现在就拿出主体，简单摆个造型给大家展示一下。可以看到啊，这款斗战胜佛孙悟空的话是身披了金甲，同时身上还有一些红色的飘带进行一个点缀装饰的。整体的话是有点像大闹天宫时的齐天大圣的样子的。当然你一眼看上去确实是只是一个金甲，但实际上它这个铠甲上面还是有做了很多文章的，上面有很多这种祥云以及各种兽吞的一些设计。同时里面的内衬也是用了一个布衣的材质，也就是说这是一款1:12的布衣可动人偶。在战甲的正前方，最经典的就是2个大圆盘以及上面的兽吞以及腰腹部这边的腹吞了，中间还有祥云的点缀，整体层次感的话是比较明显的，旁边还有火焰纹路的刻画。肩甲样式上采用了最经典的古代盔甲样式，最上方是一个金色的大尖吞，尖吞下方的披帛则采用的是金甲层叠的样式。整个肩甲是软胶的，通过魔术贴粘贴的方式，粘贴上去的话是比较牢固的，并不会松动。背后的铠甲也是采用了一个黄金甲的层叠样式，通过先后不同的层叠来堆砌出一个铠甲的厚重。在护臂这边的话，采用的是兽吞和皮革的设计，上面还有黄金甲的一些堆砌。同时这个手型啊，大家可以看到猴子的这个猴毛以及指甲上的这个涂装都是有做到的。裙甲这边的设计也是细节满满的，通过不同的铠甲堆叠在一起，增加这个铠甲的细节。同时上面还有各种皮革以及各种纹理的细节。系在腰间的这个红飘带内置了铁丝，铁丝还是蛮粗的，所以说你可以随意的凹造型，不用怕它走形了。模拟出飘带的这个飘逸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护腰部分的话，是模拟出了一个皮革的质感，上面有莲花的一些刻画细节。接着咱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裙甲部分，首先有一片祥云设计的铠甲，以及外面这个皮革搭配黄金甲设计的外甲。铠甲里面还有一层这个内衬，这个内衬是布制的，同时这个内衬的底端还有缝制的一些很精细的小细节，黑白的2色，并且这个内衬的边缘也是埋藏了铁丝，可以随意的凹造型。而脚上这双鞋的话，采用的也是黄金甲加皮革的设计，有点像藕丝布云履了，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双了。整个鞋子通过一些阴影的涂装，让这个皮革的质感体现出来了，上面还有一些火焰的标记。头雕一共附属了2个，首先是第一个的话是一个威严的平顶脸，整个脸型的话是比较紧绷的，毛发细节刻画的都是不错的。而另一个头雕的话，通过眉眼、眼睛以及嘴巴的微调，让这个头雕没有刚刚的威严，多出了一些属于猴哥的不羁以及野性。2个头雕把这个猴子的尖嘴猴腮的这个细节体现得很不错，整个猴毛的这个层次感也是有做出来的。整个头雕的话，猴性偏多，人性偏少，毕竟他是孙悟空嘛，他不是一个大帅哥。在配件方面的话，有一个带有铁丝的披风，整个披风是很大的一个，还有一个蓝色的丝带，也是内置铁丝的。最后就是咱们的这个头冠了，头冠上方也可以自由的调整这个弯曲的角度，而在下方的话也是有一些细节的刻画的，上面有一些浮雕的细节，类似于紫金冠的样子啊。同时这个头冠是带有磁吸功能的，可以直接吸在这个头雕上面。然后是经典武器如意金箍棒了，棒身为红色，在棒头部分刻画了很多条龙缠绕在一起的样子。那么我们将头冠、披风、飘带全部安装在咱们的猴哥身上，那么斗战胜佛的完全体就已经诞生了。因为全身都是黄金甲嘛，再加上这个披风是红色的，所以说你会看的这个颜色是很鲜艳的。那我这边也是问过他们工作室了，因为它这个设定是成佛之后的大圣嘛，所以说他故意是将这个颜色做的是比较鲜艳的，也对应了这个佛性的设计。配件方面还给了一个细节雕刻的一个葫芦的底部是有莲花的一个雕刻细节。那么同时这个葫芦也是可以通过握持的手型握持在手上的，以前大闹蟠桃会的时候偷喝仙酒，那么现在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喝自己的酒了。而还有一个配件则是一个八卦乾坤镜，镜面的旁边有一条龙盘旋在这个镜面上，然后在接柄处的话有一个八卦太极的样式。
那这个乾坤镜也是可以直接通过握持手型直接握持在手上的，因为这个镜子也是金色的这个涂装嘛，所以说与这个身穿黄金甲的斗战胜佛猴哥也是比较配的。手型方面一共是配备了5对手型，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手型的话都是有这个猴毛的细节以及指甲的涂装的。可动方面，虽然它是一个布艺人偶，但是因为它这个里面的布衣是比较柔软的材质，所以说并没有因为这个布衣而限制了它的可动。那么可动方面的话，就简单的带大家快速的过一下。那么最后咱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总结。首先这款的话，它是一个1:12的布衣可动人偶，也就是大家常说的6寸人偶嘛。那么这款还原的形象的话，是一个斗战胜佛的形象，也就是取经之后的大圣。那么这款形象的话，说实话，它是有在就是齐天大圣的那个套战甲，也就是锁子甲以及这些步履的这些形象设计上进行了一些原创的设计。肉眼所能看上去的这些黄金甲都是有增加很多的细节的，祥云、兽吞。然后甲片的叠加堆砌，加上埋置了铁丝的飘带和披风，摆起 pose 来，观感是很好的。同时它的布衣材质选的也很不错，比较柔软，贴合素体，所以说让素体可动起来的话是不会有很大的干涉。摆一些 pose， 还原一下大圣的一些经典的小造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说了这么多细节啊，那么来看一下它的定价。它的预定价格的话是在489元。其实经过询问的话，当时驱动工作室的话是有打算做这种莲花地台的，以及这种云朵的装饰物，但是后面碍于成本的原因，所以说就把这些全部都是排除掉了。因为这一款是作为驱动工作室的第一款产品嘛，同时它是一款1:12的布衣可动人偶。大家应该都知道，布衣的可动人偶成本是在这个可动人偶里面算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对于这种地台的删减的话，也是没有办法的。当然，工作室也表明了，在出后续产品的话，也是会出一些有关于佛教、西游记或者山海经之类的角色。同时，如果这款大圣反响比较好的话，那么之前排除掉的这个地台也是可以以一个配件包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发售。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